上一集我们讲到了受到军方的命令，开启龙傲天模式的打野，准备前往横滨市区的战场。Hello， 大家好，我是一路。现在让我们接着继续往下讲。打野利落的穿上黑色连身套装可动装甲，围上厚实的腰带，确实固定在套装的接头上。接着将自用的 CAD 插在腰部两侧的枪套里，戴上可拆卸的全罩式头盔，轻踩地面，就这么飞向了空中。飞行魔法所发挥出来的速度，要看魔法师对这个魔法的熟练度。从头参与开发飞行魔法的打野，比任何人都熟悉这个魔法，所以他所操作飞行魔法，从起飞到飞到敌营位置，可说是弹指一瞬间。打野在飞行的过程中发现了无人侦察机，在最接近无人侦察机时，发动了分解魔法，云消雾散，无人侦察机瞬间化为粉尘，融入风中。打野再度开启飞行魔法，准备着陆。翻找装甲车残骸的打野挖出了一个大约10公分见方的小箱子，是魔法增幅器，这就是无头龙他们作为供应源的魔法增幅装置。果然敌人是大亚联盟，七草父亲派来的转移民众的直升机已经到达，打野他们去车站保卫他们撤离。深雪这一组如今只能零星的遭遇敌人，不再遇见新的直立战车或者装甲车。甘比古的雷击魔法瘫痪了敌方步兵群后，5人聚集在大楼的后方，由于太过狭窄，直升机无法降落。七草试图放绳索下去，让深雪等人抓着爬上来。此时他们疏于警戒，遭遇游击队偷袭，同源推开人生，子弹贯穿腿部，右脚大腿以下撕裂飞散，50里推倒华银，把他压在身下，整个背部血流如注，是被榴弹碎片击中，恐怕是致命伤。2名少女意味着心上人哭喊，深雪怒火中烧，大脑深处却异常的冰冷清醒。深雪将右手指向前方，世界以深雪为中心，就此冻结。深雪看向身旁，立刻抬起头挥手大喊，哥哥！所有人都沿着他的视线看过去，一名全身漆黑的士兵摆出了着陆的姿势，士兵降落在深雪的身旁，打开护目镜，摘下面罩。打野面色凝重地赶到了50里身旁，从左腰拔出 CAD， 银色的 CAD 指向50里，扣下了扳机，开始追溯个别情报体变更履历，确认复原时间点，开始复原。忽然50里的身体看似变得模糊，下一瞬间他的身体完好无伤。不仅如此，连他衣服上的血迹也完全消失了。打野也用同样的方法复原了同源的身体。打野所施展的不是治愈魔法，而是再生魔法，将受伤前的个别情报体全部复制，最多可以追溯到24小时，再用魔法师将个别情报体重写的魔法，并能恢复到受伤前的状态。这样的魔法也是需要代价的，为了恢复个别情报体变更履历，要将其完全的复制，为此必须将个别情报体所记录的情报完全读取。当然这也包含负伤时受到的痛苦，而且还是凝缩为一瞬间感受到的。例如50里学长所负的伤，到打野使用魔法截止大概过了30秒钟，打野读取个别情报体变更履历只用了大概 0.2 秒。就在这刹那的时间里，打野精神上体验到的浓缩痛苦是50里学长领略到了150倍。因为魔法也算领域，被这神一般的魔法占据，所以导致没有使用其他魔法的余地。有如此高级别的魔法待机，其他的魔法施展受到阻碍也不奇怪。使用这个魔法所需的时间极为短暂。深雪知道哥哥在这个时候承受的痛苦超乎想象。打野额头上也冒出了冷汗，打野戴上面罩，放下护目镜，恢复为全身漆黑的打野，轻拍腰带扣飞上天。大亚联军特务部少校陈香山指挥部下执行2号作战方案，同时告知吕刚虎少尉不要考虑复仇的事情，不要拘泥于无法确定价值的剩余物。接着他们出发奔向魔法协会关东分部。同一时间，美月感知到在魔法协会海湾大楼附近好像看到了野兽一样的气魄之光。听美月这么一说，甘比古马上从怀中取出咒符，他发动术式之后将咒符举向眼前，发出惊愕的声音。义勇军虽然逼退大部分的敌人，但是少部分兵力从后方偷袭。甘比古感受到恐怖的咒力，想要回到魔法协会，那里会有危险。偷袭的是强敌吕刚虎，吕刚虎身穿白虎甲，
增幅它的罡气功是一种中华古式魔法道术咒法具，表面积和越野机车骑士所穿着的护具差不多。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近战魔法师吕刚虎穿上这套轻装铠甲时，才算是发挥了真正的本事。机关炮瞄准吕刚虎开火，却被吕刚虎轻松地弹开。不止铠甲表面，即使铠甲没有覆盖的部分也一样被弹开。增幅罡气功就是这样。吕刚虎朝协会分部前进，在最后一道关卡面前，吕刚虎遇见了那个可恨的小丫头。为了能一雪前耻，吕刚虎倍感欢喜。虽然知道陈香山的命令，但是心中报复的欲望依旧未消。腹部和背上的伤全部都是拜魔力所赐。吕刚虎朝向这个袭击他2次的小丫头展开攻击。魔力左手握着3节刀，右手放在左腕的 CAD 上，腰带上插着2把短把小刀，以及各式各样的药品圆筒容器。身穿同样从协会借来的女战斗服，魔力丢出3个小药瓶，里面溅出挥发性药物。魔力在操纵空气流动之下，将其混合成令人陶醉的香味，直接传入吕刚虎的鼻腔，使吕刚虎瞬间眩晕跪倒在地。同时后仰带动气管张开，向上的双眼看见白色的固体从空中袭来。吕刚虎想用右手还击，迎接约为小孩拳头大以看见的速度落下的干冰。干冰在碰触吕刚虎手掌之前恢复为二氧化碳，气化膨胀产生的冲击波袭向吕刚虎。高浓度的二氧化碳经过吕刚虎张开的气管直达肺部。这是七草对人战斗的王牌，干爆流星，世界首屈一指的近战魔法师，就这样被2个10来岁的少女打倒。另一边，陈香山独自走在通往魔法协会分部的走廊上，没有跑步或者是蹑手蹑脚，而是正常的行走。警卫们都被身穿花俏白甲胄的吕刚虎吸引走了。陈香山使用奇门遁甲这种操纵方位，以施术者期望的方向引导他人认知的古式魔法，并借由部下吕刚虎的努力，轻松抵达到了日本魔法协会关东分部。只见他不慌不忙地从怀中取出了终端装置，按在了卡片解锁的感应面板上，门打开了。这就是奇门遁甲吗？深雪问道。斯波深雪，既然知道深雪的名字，这就说明一直在找打野麻烦的人物就是他。陈香山疑惑了，难道自己的法术不管用了吗？深雪是怎么来到这里的？深雪说道，我接受了忠告，注意了方位。陈香山睁大了眼睛，这代表他们的底牌早就被看穿了。其实深雪并不知道注意方位的意思，既然是注意方位，那么只要警戒360度全方位就应该没什么问题了。而且每月看得见无形无物的能力，所以就发现了正在使用法术让自己消失的陈香山。总之偷窥的主犯就是陈香山，只要他消失了，大家就安心了。说着，深雪便使用了冰冻魔法，将陈香山冰封了起来。少校带着打野等人来到了港湾高塔的塔顶上，现在扫荡基本已经完成，虽然还有一些零散的战斗，但在今晚之内应该会被处理好的。还有被埋在地下的避难所，也预计在明天前打开临时通道。敌舰正在以30节的时速沿着相模湾南下，几乎在总半岛和大和岛的中央，所以此时击沉应该没什么问题。少校下令解除第3只眼的封印，将一把大型步枪型的强化 CAD 交给了打野，命令打野以质量爆散击沉敌舰。这次是3年后使用在实战。打野面向南方，将枪托抵在肩膀，敌舰的红外线影像映在打野的护目镜上，无数的水滴附着于船身。打野选中安燃料槽正上方附着在甲板上的一颗水珠。打野在第3只眼远程精密瞄准辅助系统协助下，以情报体知觉的视力瞄准监视器解析度无法鉴别的一滴海水，质量爆散发动，打野低语扣下了扳机。此时大亚联盟伪装登陆舰内，洋溢着离开后的安心感，庆幸日本军没有追来反击，嘲笑着军方没有胆量，担心连安外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敌人撤退。他们已经确定不会遭到任何的攻击。舰内的警报响起，是侦测到响子波动的警报。甲板产生炙热的光球，光球加热空气造成的冲击波融化了甲板，造成了金属蒸汽喷射，包含连氨的可燃物瞬间的完全燃烧。
化为巨大的火焰，吞噬了船舰。港湾的高塔上，顶部的监视器显示，与敌舰相同的坐标产生爆炸，推测目标已经被击沉。在大约80公里的距离，精准瞄准50立方毫米的水滴。第三只眼确实发挥了预定性能，利用的是究极解析魔法质量爆散，这是将质量分解为能量的魔法，不是湮灭反应。由于质量直接分解为能量，也没有湮灭反应时产生微中子造成的能量消耗，而是依照爱因斯坦公式将质量转换为光速平方万倍的能量。一滴水50毫克进行能量分解，产生的热量换算成黄色炸药为1000吨。如此庞大的热量瞬间在一滴水的空间内产生，其威力可想而知。炙热的万圣节，后代史学家如此称呼这一天的事件，这是军事史的转折点，也被认定是历史的转折点。这是确定魔法优于机械兵器或合成化兵器。这次的事件明确地证实，魔法正是决定胜败的力量。这一天也是魔法师这个种族荣耀与苦难历史的真正起始日。至此，魔法高校劣等生第1季就讲到这里，喜欢的小伙伴们还请点赞、留言、关注。我是一路，谢谢大家。